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今天我们要做1093跟365黄庭之战的精华解说。在一开始黄庭开放的时候，其实93是最早拿下关卡的。在之前的影片中，我有推测365应该不会从河下面那一方建起出去，没有想到他们还是建了。庆幸的是，这个旗帜没有建好，当93的旗帜连接上的时候就马上拆掉了。在这里就展开了一波激烈的野战，那你们可以看到双方的人数都是十分多的，双方的人数就集合在这个长板桥这里对打。那野战也是可以从一开始看到93跟365的人数是差不多的，后来变成93慢慢推上去，直接把365的部队全部清光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情况，就如我之前预期的一样，93负责挡这两边，左边可以看到93的旗帜已经是碰上那一条河了，但是这个时候93的部队其实全部都集中在右手边，左手边只是负责建起挡着而已，想办法扩大这里的领土，越过那一条河。可以看到过了一段时间，旗帜就变成这样。左手边93的旗帜是成功已经越过河了，全部野战部队在右手边全力阻挡365。不过也看到365的旗帜即将要越过那一条河了。那我们先看下半部分，可以看到这里的旗帜只有1093建出去比较多，他们的盟友只有建到2个旗帜而已，显然进度是比较慢的。至于上方可以看到365只是负责专注在右手边，至于其他地方全部交给他的盟友去处理，盟友的进度发展也比较好一点，旗帜建的也比较快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可以看到下半部分的旗帜全部都是蓝色，全部都是1093了。盟友的旗帜建得不够快，只能在后面慢慢建上去。但是这个时候93在左手边的旗帜突然停下来了，我听观众传闻说93D 这个联盟已经不够积分继续建旗帜了，所以左手边93的旗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帮队友拖延时间。然而队友的建旗速度是真的很慢，另外一个联盟就是卡在中间的30，这个时候才建到一支旗帜出来而已。我听观众说他们并没有准备到能攻的建旗技能，建旗的速度也变成很慢了，所以可以说在下半部分的时候几乎都是1093在挡着。那我们看上半部分，可以看到365是已经越过了那一条河，原本这个位置是我之前推测的1093，如果可以守得住的话，至少他的队友可以全部牵成过来。这个位置的空地也比较大，他们可以牵成更多的城市。然而被365霸占了，就变成93他们要面临的麻烦就是要打桥那边的部队，又要打后方的部队，前后包夹，而且要守的旗帜也变多了。假设365没有越过这条河，其实93只是需要守着那一座桥，野战专注在桥那边就可以了。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然后365的其他盟友也是逐渐建旗帜出来，差不多要连接上奥尔良之城了。18跟22已经在左手边烧掉93的旗帜，当整个黄庭建满旗帜的时候就变成这样，地图已经分成一半了。左手边93跟队友的旗帜开始做交替，93的旗帜慢慢撤掉，让队友上去顶替掉。但是93中间的旗帜也比较麻烦，两边都可以由敌人进攻，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去处理右手边他们已经越过那一条河的旗帜，还有在河边走过来的野战部队。至于左手边的部分，30跟03都不是1822的对手，18和22是完全压制这30跟03了，93也只有少数的野战部队在那里帮忙而已。在右手边93跟365的野战打得有来有回，在这个时候93的目标就是要烧掉365已经越过河的旗帜，可是365又不断的叠旗帜拖延时间，除了叠旗之外，在桥的部分也是烧掉93的旗帜，然后又从93翻墙的部分再翻墙过来。这是之后地图的发展，可以看到左手边93是已经交给队友去处理了，但是显然可以看到其实1188跟22的旗帜已经越过那一条河了，就是对30跟03来讲最重要的防守线，他们已经撤过去后面了。至于右手边，虽然93是有烧365的旗帜中间的部分，但是可以看到右手边93也是慢慢退下来了。到了第二天傍晚的地图发展，左手边03跟30的旗帜没有退到这么厚了，反而他们开始烧起1818跟22的旗帜。或许这个时候18跟22他们已经选择去休息了，但是相反的，在右手边1093的情况就不太妙了。可以看到365大量的红色旗帜已经入侵了93的领土，在地图上也没有看到93太多的部队，旗帜都是处于放烧状态。不过这个地势也不方便93防守或者是进攻，对方也是一样，有太多座山挡着了他们的去路。假设365要进攻得快，他们必须要先烧掉93左手边的区域，所以365也是全部野战专注在进攻左手边的旗帜。当然93也是知道这块地很重要，所以他们一直在死守这里的旗帜。不过显然的，从半夜打到这个时间点，可以看到93的部队已经开始变少了很多，反而这个时候在亚洲区域才是真正365的活跃时间。可以看到365的部队是肆无忌惮的直接在93的领土上面打架，这时候93的旗帜在被烧了，有些在全力抢救。
在凌晨12点接近1点的时候，往左手边一看，可以看到93的盟友全部消失了。不过93的盟友是韩国人啊，那个时间点已经是韩国的1点到2点左右了，所以比较多人下线。但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几乎全员下线，可以看到领土完全没有一个人，就只剩下93在顶着而已。只要这里93顶不到天亮，等到韩国人起床，他这个旗帜已经消失，他们右手边红色的旗帜将会全部放烧。虽然到了晚上是93的活跃时间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93有太大的进展，反而是365一直往下建旗帜。在右手边的位置，原本蓝色旗帜是连接到外面翻墙出去的，那可以看到93是已经往下跑，把旗帜给断了。这个是第一个断掉的旗帜。那93在断了这个旗帜之后，他们打算往左手边走，再继续断掉93的旗帜。当93看到第一个旗帜被断掉之后，他们这里就开始扩建了，建了更多的旗帜，导致成365他们不能再继续往下走，他们必须要往别的方向走。今天晚上就是重点了，1093到底能不能反推成功？假设在晚上93的活跃时间都没有办法把365的旗帜给推掉的话，基本上到第二天早上他们的旗帜将会被365给推掉。这个是前一晚看到的画面，到了第二天早上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显然这个地图是有变动的，但是你们看到比较多的就是93的旗帜已经被推掉了，盟友的旗帜也是差不多被推掉了一半，右手边的红色旗帜也是慢慢被推下去了。除此之外，在中间的蓝色旗帜也是被烧掉了一点。至于右手边的情况，虽然93他们是有成功的把365的旗帜推回去了一点点，但是推的幅度其实并没有很大，感觉93只是把它下面的旗帜原本断掉再接回去而已。到了这个时候，93拥有的领土看起来剩下2/5，但是战斗仍然还在继续。那我估计365这里的旗帜应该是守不住了，这里拥有的领土太少，没有办法牵成过来守住旗帜。至于365右手边的旗帜，因为地势的关系，所以这边应该也是会守不住，但是到了他们活跃时间可能会反推93。至于左手边的情况，93的盟友终于起床了，比较起昨天晚上，显然今天的人比较多了，开始做防守反推的动作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93的领土在左手边已经是完全被推掉了，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只是靠盟友在顶着而已。假设盟友顶不住沦陷了，几乎可以说93这里已经失败了，就算93已经推成功365的旗帜，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他们盟友到 time 的时候，几乎是没有人在领土上了，甚至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第二天他们连关卡都拿下了。从左边入侵夹攻1093，到时候1093就会输了这一场 KVK， 所以现在93也是处于劣势。不过以旗帜的进展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顶多1-2天左右，就算93的盟友这里已经被清光了，可能93还会再顶着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早上到傍晚之间这个地图有什么变化。首先左手边的部分，由于1093是已经被完全推出去了，所以只能靠他的盟友自己在推。那可以看到他们盟友呢是没有什么进展的，左手边的红色旗帜还是保留在原本的地方，但是右手边的红色旗帜开始慢慢退下了。也就是说在早上到中午时间，可以看到03的旗帜呢似乎是比较不活跃的。左手边红色旗帜 ARCO 的，他们不能往前推进，只能维持在原本的地方，尽管这个时间是他们活跃时间。至于右手边1093蓝色的旗帜，因为在亚洲时区早上到傍晚时间呢都是他们的到 time， 而且他们也要挡着右手边的365，所以这边的旗帜被烧也不感到意外。至于右手边的情况变化就不大，虽然是365的活跃时间，但是他们只是把旗帜往下建一点点。也看到93怕中间旗帜会被断掉，所以他们这里已经扩大了领土。到了第3天的晚上时间也是一样，93的盟友在特定的时间就差不多全员下线了，甚至我直播的时候还有看到好几个人是已经被清零。也因为盟友的旗帜越来越少了，可以看到93在左手边的蓝色旗帜已经开始连接上217他们的旗帜，所以在半夜时间基本上93他们除了要打左手边之外，还要打右手边365。至于红色盟友的旗帜全部都在放烧状态。到了隔天93撑不住了，上面的旗帜都已经被断掉。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93盟友的旗帜是已经被烧掉了，由 PB03 接手挡着地方继续前进，93也是在上面挡着，但是93接近1365的领土这里已经被烧掉了不少，甚至下面的旗帜有被断旗的风险。然而这个时间就是1093的 downtime， 果不其然到了傍晚时间可以看到1093右边的旗帜是已经被断旗了，剩余的领土也越来越少。至于93的盟友这个时候是活跃时间，旗帜并没有减少，反而旗帜还多了1-2个，但是他们建起旗帜的速度比他们失去旗帜的速度还要更慢。目前可以看到93拥有的领土剩下2/5而已。
到了第4天1093终于被完全推出去了。那么或许会有一些观众想要问啊，他们会不会像之前2489那样子，2489把1188推出去皇庭之后，1188又返回去皇庭里面，会不会有那种奇迹发生？那我觉得这个地图呢，应该是不太大可能了，因为队友方面也帮不到忙，然后93到 time 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推到太多的旗帜，甚至你们可以看到93右手边的关卡就跟我之前预期那样被敌方给拿下了，所以要像2489那场 KVK 这样子反败为胜呢，是真的很难了。那么不管怎样，1093确实是输了 KVK， 但是他们联赛还是赢了365，也让365报仇成功。他们打了4天皇庭之战，也算是很精彩了。最后问一下各位，你们对于这场 KVK 有什么看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